想吃正宗的福鼎肉片吗？想去南方的呼伦贝尔吗？想看冰岛的黑沙滩吗？想吃加了大米的刨冰吗？五一反向旅游宁德篇。从温州下飞机，开车1个小时就是福鼎。天空下着小雨儿，十字街里也是一派老城景象。一位阿公正在往沸腾的锅里下着肉片儿，我没想到是这么大块的，粉嘟嘟的一大锅。这一碗你看看多少肉！而我更加没想到的是，正宗的福鼎肉片竟然这么辣。我真的嘴肿了，我感觉。大爷，这个汤里面的辣味是从哪来的？黄辣椒，黄辣椒，黄灯笼吗？看着白不呲啦的，我还以为馄饨汤呢。没想到这么刺激，这个都有点不太像福建的吃的了。吃完肉片，我又看见免费吃的肠粉。殿下肠粉，我是王子殿下。公主殿下，请用餐。干干的，没啥味儿，像在吃毛线。殿下不是很喜欢吗？这边人还喜欢配着这个酸酸的鳗鱼汤和猪血汤一块吃。确实有点吃不惯。不过外地的朋友我还是很推荐他这儿的煎包，酥甜酥甜的，还有肉燕。这个馄饨为什么是透明的？皮是肉做的，哦，皮也是肉做的。以及一定要去找一个小店尝一尝这个福鼎白茶。看见这老板长得挺帅，就进去了。我能尝一杯吗？您觉得最好喝的是哪种？最好喝的银针了。银针啊，白茶银针了。白茶是一个很特殊的品种，它是不经过杀青的，口感非常清淡，几乎没有什么颜色，清香为主，也没有苦味儿。现在你看这些茶叶都很多，一般的年轻人都能接受这种口感。哎，真的哎，它不是绿茶那种很涩的，对，没有那种涩味儿，就是有点茉莉味，兰花香，感觉跟喝饮料一样。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挺喜欢养生的，其实我感觉好像喝完你的更清新了一点。原来是有多油。穿过一个个村庄和茶田，山里就开始大雾弥漫。等我们到了浙荣的时候，就已经彻底分不清是云里还是雾里。原本应该是万亩草场的景象，活生生变成了寂静岭和釜山行。Oh my god！ 正当我们失望离去的时候，天公作美。会做牛。而当夜幕低垂，我们也终于到了一个名字就让人很安心的地方——福安。而当我吃了这里一排排的炖罐，我才发现，鲜啊！每一个小罐罐里都是满满的营养，贼新鲜。醇香的莲子羹好喝到我想把罐子都吃了，喝完整个人就超舒服。然而光靠食补养生肯定不够啊，咱这个好皮肤也得靠养。最近春夏换季，出门在外，这个 SK2 神仙水我可是走哪儿带的。四处飞，皮肤也不稳定，偶尔皮肤长个闭口啥的，你就直接用这一瓶精简护肤就够了。但你要光把它当瓶爽肤水用，可就太浪费了。人家可还是一瓶真正的高效抗老精华，里边90%的 Pitera 就能帮助皮肤边保湿边修护。坚持用了一段时间，真的感觉毛孔细腻了。即使在外面玩一整天，皮肤都还是透亮。而到了第二天，我们就终于向着黑沙滩出发了。宁德的霞浦县是个临海城市，有很多小岛都鲜为人知。登上福英岛，马上就能收到我国台湾省的漫游短信。这里的一切都还比较原始，但经典的网红打卡点倒是一个都没落下。吃完一碗海鲜面，你就能看见小羊们在长长的台阶上面瞪着你，咩咩的叫着。绿色的海水扑打在黑色的沙滩上，礁石、断崖，再下个小雨儿，就贼有感觉。我们团队的女孩们赶紧就把自己扮上了，让我给她拍点氛围感大片，全然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。哦，我们好像就是来旅游的。我说那你也给我拍2张啊。没想到雨越下越大，船长说再不走就回不去了，我们才赶紧登上回程的渔船。薄雾笼罩着风车山，水面闪着从乌云的缝隙射下来的霞光。船上的大音响播放着年少有为，有点开心，也有点梦幻。于是晚上的霞浦小吃也必须得吃遍了，才能不留遗憾。肉皮汤、糊汤、甜汤搭配着油条、包子，五颜六色的刨冰里面有粒粒分明的大米，贼好喝。还有我最爱的酸酸甜甜的里干汤。虽然虾苗肉里面海的味道真的有点重，但酥酥的炸海蛎饼还是很可以的。马一个在街上溜达溜达，就是这一天最好的结尾。临走那天，我迎着朝霞在蕉城区的旅店小站下，雨也终于停了。终于到了，这里就是著名的宁德时代。这楼也长得跟我们家电驴电瓶似的。而这里就是我们新能源事业的起点，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。
走进赤剑湖公园，美丽的湖畔矗立着一座雕塑，名字叫做未来之光。看着一辆辆三元汽车驶过，看着货车把他们送进千家万户，我想这一刻照在我身上的大概就是新时代的第一缕光芒。